1969年7月20日，美国阿波罗11号任务成功将人类送上月球。尼尔·阿姆斯特朗，或称阿姆斯壮，身穿白色太空服，踏下登月舱的梯子，在银灰色的月表留下第一个人类足迹。他兴奋地宣告：“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全球约6亿观众透过电视直播，屏息见证这历史性时刻，为之震撼。然而，随着英雄凯旋，一连串奇怪的现象和传闻也悄然出现。这位登月第一人返回地球后，出乎意料地选择了沉默与隐退。他几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长达数十年闭门不出。为什么完成壮举的阿姆斯特朗会变成这样？他在月球上究竟经历了什么？半个世纪以来，无数人对此困惑不解，直到他去世前留下的最后一封信曝光，才打破长久的沉默，揭开他在月球上见到的惊人真相，轰动了全世界。阿姆斯特朗当年登月归来时，被视作民族英雄和传奇人物，世界各地无数人崇敬仰慕。他原本可以四处演讲，分享登月的心得，但出人意料的是，自从完成任务后，他却变得极为低调神秘。他很少公开露面，更几乎不接受采访。对于月球上的见闻，始终守口如瓶。在那个没有社交媒体的年代，他仿佛人间蒸发，只偶尔出席一些非公开的小场合。有人形容，中年的尼尔·阿姆斯特朗仿佛成了一位深居简出的哲学家，独自思考着什么秘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同任务的第2名登月者巴兹·奥尔德林和指令舱驾驶员迈克尔·柯林斯都曾撰写回忆录，活跃于公众视野。奥尔德林甚至上过综艺节目，接受各种采访。然而阿姆斯特朗几乎再没谈过登月细节，有如此巨大反差，不禁让人怀疑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到底看到了什么，让他归来后选择了沉默。关于这个问题，坊间一直流传着各种传闻和阴谋论。其中一种说法认为，阿姆斯特朗的沉默源自他在月球上目睹了某些非常骇人的景象，被美国政府要求保密。例如，多年来坊间盛传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在月球表面遇到了不明飞行物，甚至外星生命。传闻称，在登月过程中，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曾经秘密切换通讯频道，让宇航员能向控制中心报告敏感情况，而不被公众听到。据称，阿姆斯特朗就在登月行动中透过这隐藏频道说出了一段惊人的话：他们在这里，正在看着我们。更夸张的版本里，他甚至描述沿着陨石坑的边缘排列着几艘巨大的太空船，他们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当时直播的电视讯号疑似中断了2分钟，画面静止无声。NASA 对外解释是摄影机过热或信号故障，但一些无线电业余爱好者坚称，他们利用 VHF 接收装置窃听到了 NASA 和宇航员之间的对话。据他们透露，阿姆斯特朗当时紧张地向地面报告，月面出现了另一种生命体，甚至还提到对方展现出的科技远超人类，只要1小时就能毁灭地球。这些爆炸性的讯息据说是 NASA 临时掐断直播的原因，因为宇航员真的在月球上碰见了外星人。虽然上述说法无从证实，但它在民间广为流传，使阿姆斯特朗的月球经历更加扑朔迷离。再来看官方记录以及其他宇航员的说法，事实上，阿姆斯特朗等人在往返月球的过程中，确实遇到过一些无法立即解释的不明现象。例如，在前往月球的3天旅程中，阿波罗11号的3名宇航员就曾目击到一个奇怪的飞行物体一路尾随。当时距离地球约20万英里的航程中，阿姆斯特朗透过舱窗看到远处有一道闪光，他形容那物体看起来像一个打开的手提箱。奥尔德林和柯林斯也注意到了，它似乎沿着航天器运行轨道附近闪烁移动。他们随即小心询问休斯敦控制中心火箭最后一节助推器的位置，以确认那是否只是己方的太空垃圾。但地面回报称，第3级火箭推进器此时距离他们已有6000英里之远。换言之，宇航员看见的那个 L 型发光物不可能是自身火箭残骸。阿姆斯特朗接着使用舱内的6分仪观测，发现那不明物体呈现圆筒状。几分钟后，这神秘物体忽然消失无踪，让人摸不着头脑。事后 NASA 推测，
或许是飞船分离后抛弃的一块面板反射阳光所致。然而，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这点，于是阿波罗11号遭遇 UFO 的传闻自此不胫而走。这次遭遇发生在登月之前，就已经为任务增添几分神秘色彩。随后，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成功驾驶登月小艇鹰号，在月球宁静海着陆，并顺利完成预定的月面活动。然而，阴谋论者们相信，在官方记录之外，登月现场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惊奇细节。他们指出，一些阿波罗11号的直播画面中出现了奇怪的干扰和噪音，而宇航员在月面上也曾有过几次意外的沉默片刻。最著名的莫过于2名宇航员刚刚踏上月球不久，通讯中断的那段插曲。当时公众听到的是地面控制人员不断呼叫阿姆斯特朗是否收到，而宇航员的回应迟迟没有传回。官方解释是登月模块天线调整导致信号暂失。然而，一些相信阴谋论的人士坚称，就在那几分钟的静默中，阿姆斯特朗透过私人频道向 NASA 高层报告了月面异常，例如周围出现了巨大而先进的外星飞行器。更有传言说，当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走出登月舱在月表作业时，在远处的山脊上方看到了几个神秘的发光体，仿佛有某种载具一直在监视他们的行动。这些说法听起来匪夷所思，但若一旦属实，就可以解释为何2位宇航员在返回舱内后一度沉默，并在随后的记者会上神情异常凝重，因为他们刚刚经历了足以改写人类观的奇遇。的确，在阿波罗11号返回地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不少观察人士就察觉到了异样的气氛。按理说，3位完成史上最伟大壮举的英雄应该兴高采烈，侃侃而谈。但当天坐在麦克风前的阿姆斯特朗、奥尔德林和柯林斯却表现得极不自在，他们神情僵硬，目光躲闪，回答提问时措辞谨慎，生硬，甚至流露出如释重负般的疲态。整场发布会下来，宇航员们几乎没有露出笑容，好像心事重重。许多人后来重看这段影片时，都感到不可思议，这真的是胜利归来的英雄应有的表现吗？阴谋论者们据此大做文章，分成2派进行解读。一派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根本没去月球，一直演戏欺骗全世界，内心有愧才如此局促。另一派则认为，3人是背负着巨大的秘密压力，担心一不小心就会说漏嘴月球上的惊天发现，因此显得紧张不安。特别是阿姆斯特朗，他整场几乎没有分享任何登月的细节或感受，只是简单重申任务过程。一位记者问他登上月球后的感想，他甚至回答，感觉很忙碌，没时间兴奋。如此反常的反应更加深了外界对他隐瞒重大内情的怀疑。除了阿姆斯特朗本人，其他登月宇航员的相关表态也被阴谋论者反复琢磨放大。譬如，第2个登上月球的巴兹·奥尔德林在往后岁月里曾多次提及一些奇特经历。他承认在飞往月球途中看见了不明飞行物，但他倾向于相信那是火箭零件而非外星飞船。然而他也留下过令人玩味的话语。某次访谈中，奥尔德林描述道，我们那次任务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难以解释的东西，但当被追问详情时，他又闭口不谈细节，似乎有所顾忌。另外，奥尔德林在任务结束后不久便陷入酗酒和忧郁的困境。他后来坦诚自己一度无法适应返回地球后平凡的生活。有人揣测，也许他是在用酒精麻痹自己，以忘却月球上所见的可怕真相。而第3位踏上月球的人类阿波罗12号指令长皮特·康拉德，则于1999年因一场离奇的摩托车事故去世，享年仅69岁。还有阿波罗15号的詹姆斯·埃尔文，登月后变得极度虔诚，甚至辞去航天员职务，去寻找圣经中挪亚方舟的踪迹，却在61岁时心脏病发早逝。这些看似普通的人生波折，被许多人冠以登月诅咒的标签，仿佛那些踏足过月球的人都逃不过命运的捉弄，或精神崩溃，或厄运缠身。不过也有人反驳，指出其他一些登月宇航员依然长寿健康地活到了高龄，例如迈克尔·柯林斯活到90岁，奥尔德林如今90多，仍精神矍铄。但阴谋论者往往更愿意相信，
登月者们的共同遭遇绝非巧合，而是他们得知了某些超出人类承受范围的秘密所致。随着时间推移，关于阿姆斯特朗在月球见到异象的传闻不断累积，各种月球真相在民间版本众多，其中一些甚至得到前 NASA 内部人士的暗示性佐证。美国太空总署前任通信主管莫里斯·查特连在1979年曾公开表示，与 UFO 不期而遇，对我们的宇航员而言是司空见惯的事。每一趟太空任务都曾在远距离甚至近距离遭不明飞行物跟踪。每当发生这种情况，宇航员都会向任务控制中心汇报。另一位美国太空计划重量级人物，前登月计划负责人沃纳·冯布劳恩也据说在晚年承认，我们的好几次登月任务都受到某种地外神秘力量的监视。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直谨言慎行的阿姆斯特朗本人，据称也曾在私下透露过部分内情。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阿姆斯特朗在某次非公开谈话中坦诚，月球上曾经有其他智慧生命的基地或城市。这点毫无疑问，我们在那里被警告过，他们的飞船比我们的精良巨大得多。这段话如果属实，无疑印证了外星文明早已占据月球的惊人猜想。尽管我们无从查证阿姆斯特朗究竟何时何地说过这些话，但他们与许多登月异象传闻相互呼应，使整个事件更加迷离。由于阿姆斯特朗及 NASA 官方始终未明确回应这些猜测，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各种关于月球秘密的阴谋论越炒越热。有些人干脆相信人类从未真正登月，一切都是骗局。这一阴谋论在美国国内拥有不少支持者，他们指出了阿波罗登月计划中的一些疑点，如照片中交错的影子、飘扬的国旗与登月鞋底不符的脚印等。不过，更多人则接受人类确实登月的事实，同时怀疑 NASA 隐瞒了登月时遇到的重大发现。在这类观点看来，阿姆斯特朗的异常表现和常年沉默正是最佳的证据。他并非骗子，而是一位守口如瓶的知情者。那么，他究竟在月球上见到了什么？需要闭嘴闭到坟墓？这个谜团直到他过世后近11年，才似乎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2012年8月，美国传来一则令人悲痛的消息：尼尔·阿姆斯特朗因心脏手术的并发症离世，享年82岁。全球无数民众缅怀这位传奇英雄，回顾他留下的丰功伟业。同时，那些关注月球秘密的人们不禁感叹，阿姆斯特朗最终还是把登月之谜带进了坟墓。他生前从未向公众透露过半点相关讯息。然而，故事并未就此结束。时间来到2023年，距离阿姆斯特朗去世将近11年。就在阿波罗11号登月54周年纪念日前夕，一则惊人的消息不胫而走。阿姆斯特朗的家人曝光了一封他临终前留下的亲笔信。7月20日，《纽约时报》刊出对阿姆斯特朗之子马克·阿姆斯特朗的专访，内容提到父亲在离世前不久写给2个儿子的信件。据马克透露，这封信详细记录了阿姆斯特朗当年在月球上看到、经历的一切，也是他之所以沉默隐退的关键原因。消息一出，立刻引发全世界范围的轩然大波。难道说，在月球上真的发生过不可思议的接触？50多年来 NASA 极力隐瞒的月球真相，终于要大白于天下了吗？据马克·阿姆斯特朗转述，父亲的这封遗信篇幅不长，但资讯量极大。他带领家人还原了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当年登月期间的一场神秘遭遇。一切始自1969年7月20日，登月小艇鹰号与指令舱分离后，阿姆斯特朗操纵小艇开始向预定着陆点下降。就在接近月球表面的时候，他们透过舷窗发现附近出现了一些异常的光点，那些亮点在月面上空急速飞行，闪烁不定，显然不是地球飞机或人造卫星。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立刻意识到，那些不明发光物体很可能就是外星飞船。他们一边继续下降，一边试图用无线电联络休斯敦控制中心报告这一情，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控制中心的静默令人心惊，或许干扰来自那些外星飞行器，也或许 NASA 已经在静默聆听现场状况。2位宇航员无从判断这些神秘来客是善意还是敌意，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执行登陆，希望不要发生意外攻击。所幸
鹰号最终安然着陆在宁静海的月坑旁，他们并未遭到任何干扰或攻击，但真正的惊奇还在后头。根据信中描述，登陆后，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按照计划准备出舱，他们戴好头盔，背上氧气和装备，打开登月舱舱门，踏上月表。然而，映入眼帘的景象让两人大吃一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在昏暗的月面上，他们的登月舱四周竟停靠着数十艘外星飞船，有的悬浮在不远处空中盘旋，有的静静伫立在地表。那些飞船形状各异，大小不一，有些呈扁平的碟形，仿佛放大版的飞碟，有些像尖锐的圆锥，还有的外形近似三角箭头，甚至一两个看起来宛如巨大的棒球。它们通体散发出各种绚丽的光芒，红橙黄绿交织闪耀，把宁静荒凉的灰色越野映照得五光十色。而更令人脊背发凉的是，在那些飞船周围出现了多个外星生命的身影，有几个生物正缓缓朝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的方向走来。他们的外貌千奇百怪，有的身形近似人类，站立行走，有的外形则更像动物，四肢着地移动，还有一些看起来金属质感十足，仿佛机器人。他们的高矮胖瘦各不相同，身高从不到1公尺到2-3公尺都有。两位地球来的宇航员当场惊呆，脑中一片空白，他们一时不知所措，只能站在原地屏住呼吸，观察这些外星人的举动。接下来，根据阿姆斯特朗信中的自述，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人类与外星来访者之间的第一次交流。其中一个看似领袖的外星人来到阿姆斯特朗面前，慢慢伸出一只手，或者说一种类似手的器官，似乎想要和他握手致意。阿姆斯特朗先是愣了一下，随即鼓起勇气，小心地伸出手去，握住了那只外星之手。就在双手接触的刹那，阿姆斯特朗只觉得一股强烈的电流自掌心迅猛窜遍全身，令他不由自主颤抖，几乎站立不稳。他下意识地想要缩回手臂，却发现身体仿佛被定住了一般，动弹不得。对面那外星人的眼睛闪烁出奇异的光芒，仿佛能直视进他的内心。突然间，一个温和的声音直接在阿姆斯特朗脑海中响起：不要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我们只是想和你交流，这是我们的沟通方式，透过触碰和心灵传讯，请放轻松，我们会向你解释一切。阿姆斯特朗大吃一惊，他很快明白，这声音正是来自眼前这位外星人，对方竟以某种心灵感应的方式在直接说话。他试图开口回答，却发现自己嘴巴张了张，发不出声音，只能在心底无声地发问：你们是谁？来自哪里？为什么在这里等我们？那外星人读懂了阿姆斯特朗的心声，微微一笑，也用意念回答道：我们是来自不同行星系的探索者，一直在寻找其他生命的存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知道地球上孕育了生命，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与你们接触，直到你们开始探索太空，我们才等到了这样的契机。我们在此是为了欢迎你们，同时也为了警告你们。听到警告二字，阿姆斯特朗心头一紧，既好奇又不安。他鼓起勇气，继续在脑海中提问：可以具体说说吗？你们想警告我们什么？那外星人点了点头，仿佛对地球人的求知欲感到欣慰。首先，他用意念缓缓道：我们要祝贺你们成为太空旅人，这是伟大的成就，也是文明演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你们已经迈出了离开自己星球的步伐，开始探索广袤宇宙，这值得庆贺。听到这番话，阿姆斯特朗感受到一丝荣耀与欣喜，他在心中回答：感谢你们的赞许，对我们而言，踏出这一步意义非凡。我们也很高兴在宇宙中遇见其他生命，这对人类是巨大的惊喜与启示。外星人微笑点头：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我们要向你们提出警告，太空旅行并非易事，更不总是安全无虞。宇宙中充满了未知和危险，其中有些远远超出你们目前的想象和理解范畴。你们在探索太空时，必须格外小心谨慎，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灾难。阿姆斯特朗听后心头一紧，他追问：能否举例说明有哪些未知危险？只见那外星使者沉吟片刻，答道：危险太多了，举凡暗物质、暗能量、时空扭曲、平行宇宙等等，都是以你们目前的科学无法完全理解或控制的现象，
它们可能对你们造成巨大的威胁和破坏。此外，宇宙中还存在许多其他形式的生命，有些友善，有些敌对，也有些立场中立。你们必须学会与他们相处，或在必要时避免与他们遭遇。听着这些超乎想象的警示，阿姆斯特朗不禁从内心升起一丝寒意和恐惧。他在心中发问：那我们该怎么做？人类要如何保护自己？这位外星探索者凝视着阿姆斯特朗，用意念郑重地说：你们人类必须团结起来，善用你们的智慧，同时迅速提升自己的科技和防卫能力。只有整合全人类的力量，你们才能在广袤宇宙中自保。此外，要爱护好你们美丽的星球和宝贵的资源，因为那是你们的根基。阿姆斯特朗听完这番话，只觉得内心震撼又感激。他真诚地在心中回答：谢谢你们的忠告与分享，这对我们而言是无比珍贵且重要的讯息。外星人微微点头：不用客气。说完这句，他松开了紧握阿姆斯特朗的手，示意这次交流结束。只见那些围绕的外星访客们各自转身回到自己的飞船中，接着一艘艘飞船安静地升空，离开了月球，引入茫茫夜空。宁静海的月面重新恢复了死寂。信的最后，阿姆斯特朗透露，这场奇遇结束之后，他和奥尔德林花了好几分钟时间平复心情，难以相信自己刚刚成为人类史上首次外星接触的主角。他们按照先前训练，继续完成了岩石样本采集、插上美国国旗、与地球通话等任务，但内心早已波涛汹涌。他坦言，正是这段在月球上的神秘经历，让他日后决定隐退，几乎与世隔绝。因为他深知，一旦将这件事公诸于众，将颠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引发难以预料的震荡。出于对家人和人类未来的责任，他选择沉默多年。但随着生命走到尽头，他觉得有必要将这秘密留下来，好让后人终有一天能了解真相，做好准备。因此他写下这封信，作为留给全人类的一份临别礼物。这封信由阿姆斯特朗的儿子公诸于世后，立刻在全球范围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和争议。许多人看到内容的第一反应是震惊与兴奋，原来人类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与外星智慧有过如此直接的接触，而且那些外星文明对我们了若指掌，一直在月球上观察着人类。更惊人的是，他们在我们踏出地球的第一时间就现身接待，既表示欢迎也提出警告，仿佛在肩负某种宇宙秩序维护者的角色。这让不少人回想起许多科幻作品中的桥段。高等文明观察刚迈出星球的年幼文明，决定出面指导一番。如今阿姆斯特朗的信似乎证明这一切并非虚构。一些乐观的人相信，外星人对我们是善意的导师，他们帮助我们认清宇宙的险境，未来或许还会在暗中守护人类迈向星辰大海。他们将阿姆斯特朗描述的经历视作人类文明的新起点。登月不仅是科技飞跃，更是我们加入宇宙大家庭的仪式。然而，也有许多人对这封信的真实性存疑，怀疑者们提出了各种质疑。首先，阿姆斯特朗的儿子为何选择在此时爆料？是否有任何实物证据证明信件却由阿姆斯特朗撰写？会不会只是家属为了博取关注编造的故事？再者，信中描述的场景过于惊奇瑰丽，反倒让人怀疑真伪。一些科学家直言，这内容更像科幻小说，而非真实事件。例如，外星人的种类竟如此繁杂，好似宇宙动物园大集合，这是否合理？还有透过握手进行心电感应交流的设定，听上去太梦幻了。还有人质疑，既然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经历了这样的超自然事件，奥尔德林本人为何从未透露只言片语？如果那天在月球上的事真如此惊世骇俗，两个人都能守口如瓶半个世纪吗？种种怀疑使得这封信在网络上引发激烈讨论，一时间真相与谣言难辨。有媒体联系 NASA 寻求回应，美国太空总署则很快发表声明断然否认此事，表示从未收到过任何阿姆斯特朗关于外星接触的报告，信件内容纯属虚构。NASA 的否认在意料之中，无论这封信是真是假，他们都不可能轻易承认。但也正因此，更增添了阴谋论爱好者的猜测。有人认为 NASA 依然在掩盖真相，甚至可能早就拿到过信件，却选择秘而不宣。
也有人怀疑整件事本就是网络谣言，家属和《纽约时报》访问都是杜撰，目的只是炒作话题罢了。无论如何，阿姆斯特朗最后一封信事件已经把半个世纪以来围绕登月的种种传闻推向了高潮。支持信件是真的人，引述大量已知的线索来背书，例如所有曾登月的25名美国宇航员据称都在月球上目击过 UFO。 1973年 NASA 意外公开的一份内部报告也提到，每一位执行阿波罗任务的太空人都曾在月球上空遭遇不明飞行物。如果这些记录属实，那么阿姆斯特朗在月球见到外星人一事绝非孤立，只是首次得到了当事人亲笔确认而已。此外，他们还举出其他证据，例如美苏在阿波罗计划后数十年里再未尝试载人登月。美国阿波罗计划在完成17号任务后戛然而止，原定的18号、19号任务全部取消。苏联也在登月竞赛中途放弃，这很可能是因为两国都意识到月球上存在不明力量，不敢轻易招惹，于是把人类的月球探索计划按下了暂停键。阴谋论者断言，当年阿姆斯特朗他们收到的警告正是人类停止登月的真正原因。看看现实，从1972年到2022年，整整半个世纪里再无人踏足月球，这绝不寻常，除非背后确有隐情。另一方面，信件内容中提及的一些细节似乎也呼应了过去天文观测的未解之谜。早在现代太空时代之前，数百年来，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就偶尔观察到月球上有异常现象。例如17世纪法国天文学家卡西尼在1671年2度看到月球表面出现诡异的明亮云雾。1787年，现代天文学之父威廉·赫歇尔观察到月面似有3处火山爆发般的亮点，但月球早在30亿年前就已无火山活动，那些亮点究竟是什么？在18、19世纪，也有多次报告提到月面上浮现不明移动光点或改变形状的地形，有些坑洞的大小似乎会变化，仿佛有人为工程在修筑。这些现象过去一直没有合理解释，如今若套用阿姆斯特朗信中的情节，也许能说通。那些异常光点很可能正是外星飞船的灯光，那些变化的坑洞也许是外星人在月球表面活动留下的痕迹，比如开凿隧道或建造基地。如果月球背面长期驻扎着外星文明，那这些历史观测记录便不再神秘。更有激进的理论提出，月球很可能本身就是一个中空的人造物体，里面隐藏着外星基地。1970年，2位苏联科学家曾大胆假设月球是被高级文明改造过的空心星球，专门用来监视地球。听上去荒诞不经，但 NASA 后来公布的登月实验数据也提供了些许支持。阿波罗12号和13号任务分别将一个登月舱和火箭残骸撞向月面，结果月球产生了异常悠长的震动余波，月震持续了1个多小时，仿佛月球像钟一样嗡嗡作响。正常情况下，一颗实心球体不可能震动这么久，除非其内部中空或具有巨大的空洞构造，这正吻合月球空心说的预期，也难怪阴谋论者坚称月球里住着外星人。此外，近年各国环绕月球轨道器拍摄的高解析度照片中，的确出现了一些不寻常的地貌结构，某些看似天然的山丘和洞穴轮廓过于规则，例如有呈矩形排列的坑洞群、笔直延伸的沟槽等。不少 UFO 研究者声称，那些其实是外星人的人工建筑遗迹。如果阿姆斯特朗信中所言为真，那么这些所谓遗迹就可能仍在被使用，只不过巧妙地隐藏在我们的探测视线之外而已。当然，对于种种针对信件的分析和脑补，冷静的怀疑论者依然保持他们的立场。他们强调，迄今为止并没有拿出任何直接的证据证明阿姆斯特朗曾写下这样一封信，一切的风波源头只是媒体报道与亲属转述，这在网络时代很容易被夹带杜撰的信息。此外，他们也提出另一种可能性，阿姆斯特朗的家人或媒体之所以选在2023年抛出这故事，也许和当前全球重返月球的热潮有关。最近几年，美国已经启动阿提米斯 Artemis 重返月球计划，计划在未来数年内再次将人类送上月球南极。中国也积极发展载人登月工程，展开新一轮太空竞赛。在此背景下，突然冒出登月遇外星人的话题，
无疑能吸引公众目光。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这更像是一场蹭热度的炒作，或者民间杜撰的神话，目的可能是提醒世人不要忘记阿姆斯特朗的历史功绩，或者单纯为博取眼球。甚至有分析指出，如果外星人真警告过人类不准重返月球，那么如今各国大张旗鼓准备重登月球，岂不是自找麻烦？难道外星监督者改变主意了吗？这些矛盾之处让许多科学家对信件故事采信不公，他们更愿意相信阿姆斯特朗的沉默源于他的谦逊性格和对荣誉的厌倦，而非什么星际机密。不论大众如何看待尼尔·阿姆斯特朗这封最后的信，已经成为近年来最吸引眼球的话题之一。他把人类登月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重新带回公众视野，并赋予了一层全新的想象空间。如果信中内容属实，那么人类在踏上月球的一刻就已经被更高等的智慧盯上，我们从未真正孤独于宇宙。思及此，不禁令人寒毛直竖，也满心期待原来我们的邻居一直都在，只是过去我们没有发现。如果内容不实，这个故事本身也反映出人们内心深处对宇宙的渴望与畏惧。我们希望在漫漫长夜的月光下，真的有一群友善的守护者在注视着人类，也害怕那些黑暗中潜伏的未知力量一旦现身。我们对登月往事的种种揣测与想象，说到底是对孤单的人类不是宇宙中心这一可能性的挣扎与接受。尼尔·阿姆斯特朗留给世界的，除了月球上的那个小小足印与一句名言之外，或许还有一个尚未解开的谜团。半个世纪前，他站在月球荒凉的土地上，抬头望向漆黑天穹中悬挂的蔚蓝地球时，心中是否早已明白，人类从此踏入了一个更大的舞台？他生前曾在一场纪念阿波罗11号的演讲中意味深长地说过，真理有保护的层，需要能够将它揭开的人去发现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突破。今天听来仿佛别有含义，也许在他眼里，我们所知的真相仅是冰山一角，而背后隐藏的真实等待着勇敢的人去揭示。信不信由你，真相的保护层已经出现了一道裂缝。未来，当人类的科技和智慧足以移除真相保护的一层时，我们终将揭开这场月球邂逅之谜的真相。到了那一天，我们或许才会明白阿姆斯特朗当年在月球上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以及他内心深处的真正遗憾与期望。人类对未知的探索永无止境，而阿姆斯特朗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也许正是那份对宇宙怀抱敬畏与好奇的勇气。让我们拭目以待，继续追寻答案。